几位领导找我有事。陈麦，公司经过慎重考虑，决定和你解除劳动合同。为什么？给我个理由。部门架构优化调整，这是 N+1的补偿方案，你看一下，没问题就签字。我连续3个季度的个人业绩是部门第一，公司架构优化，为什么要裁掉业绩最好的员工？这个理由未免太牵强了。陈麦，业绩不代表一切，你的工作态度存在很大问题。我态度哪里有问题？上个月的营销会议，你当众顶撞我的决策，让整个团队下不来台。上个月的客户对接，你擅自修改我定好的方案，你这是自作主张。那是因为你的方案会让公司直接流失那个重要客户，客户方明确表示不接受原定的合作模式。要不是我熬了3个通宵，连夜调整方案，那个200万的单子早就黄了。是正式通知，公司已经做出了最终意见，轮不到你来决定。陈女士，根据相关劳动法规，公司有权进行组织架构调整。目前的补偿方案完全合法，请你配合签署。我要见吴总，这种人事决定，吴总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这就是吴总的意思。你以为是谁想要辞退你？只要有能力，就一定能得到回报。原来那些话都只是说说而已。我不签。除非吴总当面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陈麦，我劝你不要把事情闹大，公司给你体面离职的机会，你该知足了。否则怎样？否则我们可以按相关规定处理，到时候你可能连基本补偿都拿不到。不是因为认输，而是我突然觉得这个地已经不值得再留恋了。孙经理，上个月时代广场那个项目是我熬了3个通宵做出来的，你在吴总面前汇报功劳的时候有提过我的名字吗？还有那个差点谈崩的订单是我连夜挽回的，你在董事会上说那是你临场应变能力强，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天真了。你陈麦，你真的要走吗？没事的，你好好工作，别学我。此地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我们走着瞧。刚被裁员，我本想找人倾诉，换来的却是这般敷衍。我看着来往匆匆的人群，每个人都有明确的方向，忙碌而充实，而我失去了拼搏3年的工作，连相恋3年的男友都只回了一个冷漠的字眼。我想起3年前和中原第一次见面，我们约会去平价餐厅看打折电影。他是个自尊心强的人，从没向我借过钱，坚持 AA 制。他说要靠自己的能力，他那时确实没钱，但他会在半夜12点跨越半个城市给我送来一碗热腾腾的馄饨。可是最近他变得越来越忙，经常半夜才回家。问他在忙什么，他总是含糊其辞。今天在我失去工作最无助时，他却只回了一个简单的嗯。娟娟，我被公司裁员了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现在在哪里？把定位发给我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好，我发给你。男人都是大骗子，还是娟娟最爱我了。继续汇报。钟总，关于这家公司的投资比例和条款，我们认为还可以再……抱歉，我有紧急事务需要立刻处理，这个项目暂时搁置，改天再安排时间讨论。钟总，我们这个方案跟了3个月，明天就要打款了，您看……后续事宜，我的助理会和你们对接。钟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
马上调取麦所在公司的有关资料，所有的底细全给我翻出来，特别是今天下午的人事变动情况，我要尽快看到报告。好的，钟总，我马上去办。去查一下那家公司的背景，越详细越好。陈小姐也在的那家公司吗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钟总，查到了，陈小姐今天下午确实被公司辞退了，离职单是董事长吴建国亲自批准的。那他们优化陈麦的原因是什么？人事部门给出的理由是部门优化调整，但这纯属无稽之谈，因为陈小姐的业绩连续3个季度都是部门第一，这理由根本站不住脚。内部记录显示，陈小姐的直属上司孙平多次向吴建国汇报，说她不服从管理，但实际情况却是孙平一直在利用职权疯狂打压陈小姐。上个月时代广场的核心项目明明是陈小姐独立完成的，最后去领赏邀功的却是孙平。我们之前对这家公司做的尽职调查报告里也明确提到过，他们内部管理极其混乱，但当时因为其业务模式在下沉市场确实有一定潜力，风控部门最后还是勉强通过了这笔投资提案。还想要投资，立即终止和该公司的合作。什么？立刻联系法务部，准备全套撤资文件。这样的公司不配拿到我们的投资。可是钟总，投资合同已经签了，双方盖了章，明天就是约定的打款日期。现在这个时候撤资，虽然在合同允许范围内，但对华盛资本的声誉，合同里写的清清楚楚，在正式打款前，作为投资方，我们享有单方面终止合作的绝对权利。马上去办，我不想再重复第2遍。是，钟总。感动陈麦就是触碰我的逆鳞，我们走着瞧。吴总，事情办妥了，那个碍眼的陈麦已经抱着箱子滚蛋了，绝不会留下任何后患。干得不错，等明天华盛资本那4亿的投资款一到账，咱们公司就算是彻底活过来了。年底的奖金和分红肯定少不了你的。谢谢吴总，还是您有远见。钟总，关于明天打款的事情，我们这边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了。吴总，我是华盛资本的中原，很抱歉的通知您，经过重新评估，我方决定撤回对贵公司的投资计划。钟总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撤回投资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合同都已经签好了，为了等这笔资金，我们推掉了其他所有的融资渠道，怎么能说撤就撤呢？我们合同第3条第3款明确约定，在资金正式管状前，投资方有缘单方面终止合作。吴总可以去仔细看一下合同条款。钟总，是不是我们哪里做的不够好，还是团队哪里让您不满意了？您给我一个机会，我们一定改，马上改。吴总，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。陈麦，你那个公司就是个火坑，业绩第一还能被优化，这明明就是孙平那个女人在搞鬼。还有你那个男朋友中原，你被裁员了，他居然只回一个恩，他算什么男人啊？娟娟，我不是难过失去工作，我是觉得这3年付出的真心和努力都白费了。就在我心灰意冷时，董事长办公室正遭遇巨大震荡，吴建国4亿投资落空，账面上只有不足900万，月末2300万贷款到期，公司撑不过下个月，11年创业心血濒临崩盘。吴总，有一份您的加急快递需要签收。送上来吧。原来孙平早已勾结竞品公司，恶意泄露公司核心数据，虚构项目套取公款。此前陈麦负责的多个项目接连失利，全都是孙平暗中使劲。
他打压能力出众的陈迈，只为掩盖自身违法行径，如今更是打算带走整个市场部与核心新项目资料，彻底掏空公司。吴总，我是中原，我想我们需要见一面谈谈。真的吗，钟总？您愿意再给我机会？下午4点，在你公司楼下的云顶咖啡厅见。钟总，您来了，快请坐。吴总，我看过你们公司所有的资料，包括今天下午送到你办公室的那份调查报告。那份报告是您让人送过去的？是我让人送过去的。我们对贵公司做了全面的背调，这些情况我们早已经了解。我看好的是贵公司的业务模式和核心团队，而不是某些人的问题。吴总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管理层的失察和纵容是企业最大的风险之一。如果今天我不撤资，这些问题会影响到投资回报。是我的错，我太信任孙平了，被他蒙蔽了双眼。钟总，请您相信我，我愿意立刻整改，保证在最短时间内清理这些问题。吴总，你知道陈迈为什么会被裁员吗？陈迈的业绩第一，为公司创造了可观的利润，这样的人才却被以莫须有的理由辞退，这说明贵公司的用人机制存在严重问题，能者不能上，反而被排挤打压。我会立刻让陈迈复职，并且给他应有的职位和待遇。我需要看到的是整个公司彻底改革，而不只是解决一个人的问题。这是我拟定的新投资协议草案，里面明确规定了投资方对管理层调整的监督权，以及对核心人才的保护条款。我接受，我会按照协议要求进行全面整改。另外，我希望由陈迈来主导这次的管理改革，他对公司的问题最了解，也最有发言权。好，我会全力支持他的工作。结巴，说不定是让你回去交接工作的。陈迈啊，那个关于今天下午的事情，公司经过重新考虑，决定撤销对你的裁员通知。什么？是这样的，吴总亲自发话了，让你明天正常回来上班，而且还会有新的工作安排。为什么突然改变决定？下午不是说已经定下来了吗？这个具体情况吴总会亲自和你谈的。明天上午10点，吴总想在公司和你见面聊聊。你说会不会是那个孙平又耍什么花招？不知道，但既然有机会，我想回去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吴总在办公室等您呢。请进。陈迈来了，快请坐。吴总找我来有什么事？首先，我为昨天的事情向你道歉。公司做出那个决定太草率了，没有充分考虑你的价值和贡献。经过公司管理层重新讨论，我们决定不仅撤销裁员决定，还要对你进行提拔。从今天起，你升任市场部总监，全面负责部门工作。那孙经理呢？孙平会调位到其他岗位，这个你不用担心。吴总，我能问问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变化吗？昨天您还认可裁员决定，今天却要给我升职，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陈迈，这位是华盛资本的钟总。你好，陈总监。你们认识？我们是朋友。昨天听说陈迈被裁员，我就了解了一下贵公司的情况，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。孙经理，听说你最近在和竞争对手瑞丰科技接触，准备带团队跳槽？没有的事，这是谣言。孙平，公司待你不薄，你居然做出这种事！让钟总见笑了，是我管理不善，才让公司出现这样的问题。吴总现在意识到问题还不晚，我提出的投资条件之一就是由陈迈来主导公司的管理改革。这都是你安排的？你的能力值得更好的平台，而这家公司
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来改变。我可以留下来，但我有几个条件。你说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第一，我要完全的人事权，可以重组市场部团队。第二，公司要建立透明公正的绩效考虑制度。第三，所有重大决策必须有完整的讨论记录。没问题。好，我接受这个职位。陈麦，你不需要解释。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。我只是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发现真相。你生气了吗？有点，但我更困惑。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隐瞒身份，也不明白你现在做这些是为了什么。我们找个时间好好聊聊吧，有些事情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好，等我把公司这边的事情处理完。陈总监，昨天的事情我们都觉得特别不公平，但你也知道，我们人微言轻。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都要向前看。首先，部门将进行全面的工作评估，每个人的岗位和职责都会重新梳理。其次，我会建立新的项目分配和绩效考核机制，保证公平透明。最后，如果谁对现状不满或者有更好的去处，现在就可以提出离职，我会按照劳动法给予合理补偿。陈总监，钟总让我把这些资料交给您，说是对您的工作可能会有帮助。我接过那个 U 盘，插进电脑，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然是华盛资本之前做尽职调查时收集到的公司各项数据，包括市场部的详细业务分析，每个项目的真实情况都记录得清清楚楚。有了这些底牌，我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，很快就理清了部门现状，制定出了一份详细的改革方案。吴总，这是市场部整体改革和人员调整方案，请您过目。方案我看过了，全交给你，大胆去改，我全力支持你。市场部不养闲人，庸者下，能者上，这是改革第一条规矩。他这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故意针对我们，太不近人情，迟早栽跟头。走，我们去找吴总评理，他胡乱调整岗位，根本不顾我们死活。但吴建国这次态度出奇的坚决，他直接在公司大群里公开表示，全力支持我的工作，任何人如果阻碍改革，一律严肃处理。就这样大刀阔斧的干了1个月后，市场部的面貌彻底焕然一新。现在部门效率也太高了，之前的乱象彻底没了，我们的工作效率大幅提升，接连签下了几个重要项目，公司上下都对我刮目相看。短短1个月扭转局面，签下多个重点项目，你确实能力出众。晚上，我和中原约在一家安静的餐厅，像普通朋友一样相对而坐。中原主动向我解释了隐瞒身份的原因。我父亲是华盛资本的创始人，但我一直想靠自己的能力做出一番事业，所以毕业后没有直接进家族企业，而是从基层做起。后来我父亲身体抱恙，我才不得不接手家族部分工作。我低调隐瞒身份，只是不想我们的关系掺杂任何利益。既然你不想掺杂利益，既然你认定我们有以后，那为什么从头到尾都不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？最开始是因为觉得没必要，后来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我怕你知道后会觉得我有意隐瞒，也怕我们的关系因此变得复杂。现在就不复杂了吗？陈麦，我做这些不是因为同情或者补偿，而是因为我看到了你的价值，也看到了这家公司的潜力，这是纯粹商业上的决定。但在商业决定之外，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们重新认识彼此，以真实的面貌。我没有立即回答，我确实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一切身份的转变。几天后，公司逐渐走上正轨。吴建国为了鼓舞士气，组织了一次管理层团建活动，地点选在郊区的度假村。这次团建与其说是放松，不如说是新管理团队的磨合。我作为市场部总监自然要参加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中原也收到了邀请，他是以投资方代表的身份出席的。团建第一天晚上安排了篝火晚会，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，气氛十分融洽。你们年轻人多交流交流，以后合作的机会还多着呢。吴建国特意把我跟中原安排坐在一起，还端着酒杯开玩笑。中原很自然地在旁边照顾着我，谢谢，帮我拿饮料、递纸巾，动作熟熟而体贴。周围的同事们都看出了两人关系不一般，但都很识趣的没有多问。晚会结束后，我避开人群，独自沿着度假村的小路散步。刚走出没多远，身后传来熟悉的脚步声，中原快步跟了上来，走到我身边停下。这里的星空很漂亮，比市区的灯光好看多了。
小时候我经常和爸爸一起看星星，他教我认星座，告诉我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故事。你父亲是个怎样的人？严格但公正，他白手起家创立华盛资本，吃过很多苦，所以特别重视能力和品德。他常说，看一个人不要看他说什么，要看他做什么。我们慢慢走到湖边，夜晚的湖面平静如镜，倒映着天上的星辰。陈麦，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，关于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关于未来。我知道我隐瞒身份这件事伤害了你，我不求你能立刻原谅，但我希望你能相信，我对你的感情是真诚的。从我们在咖啡厅第一次见面，到你跟我分享工作中的点点滴滴，再到你被裁员时的坚强和现在的出色表现，我看到的是一个真实、努力、有才华的陈麦，这也是真实的我。不是华盛资本的继承人，就是那个会陪你加班到深夜，记得你不爱吃香菜，会在你难过时想要安慰你的中原。我需要时间。我知道，我会等你，无论需要多长时间。团建回来后，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，市场部的业绩节节攀升，我提出的几个创新项目都取得了成功。吴建国履行承诺，给我提供了最好的资源和支持，我很快就升任公司最年轻的高管。这期间，中原经常以工作为由来公司，我们一起讨论项目，合作越来越默契。3个月后，公司举办年度庆功宴，庆祝业绩创下历史新高。我作为功臣之一，被安排坐在主桌，旁边就是中原。本次业绩突破，特别感谢陈麦与中原2位功臣。轮到我发言时，我站在台上，看着底下熟悉的面孔，举起酒杯。几个月前，我抱着纸箱离开这栋大楼时，从没想过会有今天。感谢所有支持我的同事，未来我们一起创造更好的成绩。我走下台刚坐好，中原递给我一杯温水。说得很好，宴会有点闷，去露台透透气。我跟着他走到露台上。晚上凉，别感冒了。谢谢。我接过外套披上，我们并肩站在栏杆边，看着城市的夜景。陈麦，下个月我父亲要从国外疗养回来，他想见见你。我跟他说了你的事，他很欣赏你的能力和品格，当然，他更关心我什么时候能定下来。你父亲会不会觉得我们家境差距太大？我父亲也是白手起家，他看重的是人品和能力，不是家世。而且你现在的成就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，这比任何家世都值得尊重。所以，你愿意以我女朋友的身份去见见我父亲吗？好。谢谢你，给我这个机会。答应和中原交往后，我们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。我们像普通情侣一样约会，也会因为工作忙通电话。中原的父亲王卫东回国后，特意安排了一次家庭聚餐。聚餐地点选在一家低调但精致的中餐厅包间。我提前10分钟到达，中原已经在门口等我了。别紧张，我父亲刚才还说很期待见到你。中原牵起我的手，推开了包间的门。我看到一个精神俊顺的老人坐在主位，虽然头发花白，但眼神锐利，气场十足。爸，这是我女朋友陈麦。陈麦，这是我父亲。王伯伯好，听中原说你喜欢喝茶，这是我托朋友买的明前龙井，希望你喜欢。好好，有心了，快坐吧，别站着。中原体贴地帮我拉开椅子，顺势坐在我身边。席间，王卫东并没有问我的家庭背景，反而把话题引向了工作。小麦，听小袁说，你最近把公司的市场部彻底重组了。是的，王伯伯，之前的管理有些漏洞，我只是建立新机制，提拔了有真才实学的人。在老企业动刀子，没点魄力可不能。吴建国居然也肯全力配合你。吴总这次确实给了我充分的授权。这小子底牌倒是给你准备的全，不过能把方案落实是你的本事。多吃点，我爸特意交代做了清淡的。饭过半巡，王卫东端起酒杯，目光变得锐利。那依你看，你们公司下一步的发展重心应该放在哪儿？这显然是商业巨鳄对我的考教。我放下筷子，认真对答。我认为应该立刻切断传统的低效渠道，全力转型数字化运营，但这会触动大批元老的利益，不知道吴总能不能扛住压力。王卫东听完一动不动地盯着我，气氛变得有些凝固。中原在桌下轻轻握了下我的手，王卫东却忽然爆发出大笑。好，一针见血。吴建国要是扛不住，我亲自去找他谈。晚饭后，中原被叫去后厨拿水果茶点，客厅里只剩下我和王卫东。小麦，小袁这孩子从小就有主见，
认定的事儿就会坚持到底。他隐瞒身份去基层吃苦，我是支持的。只有这样才能懂人心。他跟我说过，他很佩服您白手起家的经历。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现在的时代竞争更激烈，你们年轻人要把握好优势。我看得出来，你是个踏实努力的姑娘，小袁能遇到你是他的福气。以后你们要互相扶持，共同进步。我会的，王伯伯。这次见面出奇的顺利。临别时，王卫东还拉着我的手叮嘱我，以后常来家里坐坐。怎么样，我爸没吓着你吧？回去的车上，中原一边握着方向盘，一边侧头看我。没有，王伯伯人很好，比我想象中亲切多了。那是因为他喜欢你，我很少见他第一次见面就这么夸人的。感情稳定的同时，我的事业也迎来了大爆发。我主导的市场部成了公司绝对核心，连续推出了几个爆款项目，利润翻了好几倍。这天上午，我刚进公司，吴建国的秘书就急匆匆地拦住我：“陈总监，吴总请您立刻去一趟顶楼董事长办公室，全体董事都在里面，说是有事找您。”我心里一惊，快步跟着秘书上了顶楼。推开董事长办公室的大门，里面的气氛出乎意料的轻松。吴建国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，红光满面，几位平日里不苟言笑的董事也正笑着聊着什么。吴总，各位董事，找我有什么急事？哈哈哈哈！来，陈麦，快坐。今天找你来是宣布董事会的一个重大决议。我走过去坐下，疑惑地看着他们。这几个季度市场部的业绩大家有目共睹，公司因为拿到了华盛资本的投资，正准备全力拓展新业务，所以董事会一致提议，准备提拔你为公司副总经理，全面负责整个公司的业务运营。副总经理，这太突然了。这是你应得的，不突然。按照公声章程，在正式任命前，你还需要通过董事会的最终面试。没问题，我随时可以准备。接下来的1个星期，我几乎住在了办公室，熬夜复盘所有数据，筹备答辩报告。面试答辩当天，我抱着厚厚的资料走向会议室。刚到门口，一个熟悉的身影拦住了我，居然是之前被开除的孙平。他穿着一身华丽的职业装，正冷笑着看着我。陈麦，好久不见啊！听说你今天准备要升副总了，别高兴得太早。今天坐在里面的，可不全都是支持你的人。孙平，你已经被公司开除了，这里似乎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是瑞丰科技今天的代表，来和你们公司谈联合开发项目的，一会儿会议室里见。我没理会他的挑衅，推门走进了会议室。长桌两侧坐满了董事，我走到前方，连上投影仪，开始阐述我对公司未来业务运营的规划。公司未来的业务运营将聚焦于3大核心板块，精准把握市场趋势，同时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。讲完后，台下一片安静。陈总监，你这套运营方案是很好，但是负责传统渠道运营的老员工们怎么坏事？但是老员工的去留也得有个解决方案，不是吧？这个问题极其尖锐，并且精准切中要害。孙平此时正坐在旁听席上，脸上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。我转头按了一下翻页壁。钱董，为公司付出心血的老员工们我尊重，但请您看看这组数据，传统渠道去年的净亏损已经达到了4000万。这4000万的窟窿全部是由市场部的新项目在填补，如果继续纵容，不出半年，传统渠道就会把公司彻底拖垮。至于您担心的员工去留问题，我已经做好了安置方案，所有负责传统渠道的员工都可以转岗到线上物流和售后体系，薪资待遇不变，能者多劳。我的回答有理有据，数据扎实。那位老董事看着屏幕上的屈子，叹了一口气。孙平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。吴建国带头鼓起了掌。接下来的投票，董事会全票通过了我的任命，我成了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总经理，也是第1位女性副总。晚上的庆祝会上，同事们纷纷向我祝贺。这时，前台捧着一束巨大的蓝色腰笛走了进来。陈副总，这是华盛资本钟总送来的。我接过花束，里面夹着一张精致的卡片，上面是中原苍劲有力的字迹。看着卡片，我抿嘴忍不住笑了，心里暖洋洋的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工作更加繁忙，每天都有开不完的会和做不完的决策。中原也因为要全面接手华盛资本而忙得脚不沾地，我们经常只能靠电话联系。一个周五的晚上9点多，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大楼，刚到路边，一辆熟悉的黑色轿车按了按喇叭。陈大忙人，再不下班，我都准备上去抓人了。车窗摇下，中原疲惫却温柔的面庞露了出来。我打开副驾驶的车门坐了进去，懒懒地靠在椅背上。这么晚还没吃饭吧？我带你去吃点东西。车子平稳地行驶在夜色中，最后停在了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老字号粥店门口。店里人不多，老板娘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，端上了2碗热腾腾的海鲜粥。我拿着勺子搅动着碗里的粥，
明明肚子很饿，却累得一点胃口都没有，只勉强喝了2口就放下了勺子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胃不舒服？没有，就是最近有几个大项目同时在推进，有点分身乏术。中原站起身，走到我身后，温热的双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力道适中的揉捏起来。工作再忙也要注意身体，如果太累就休息一下，别把自己逼得太紧。我闭上眼睛，享受着他的按摩，紧绷的神经终于慢慢放松下来，疲惫感缓解了许多。中原，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对了，下个月我父亲生日，家里要办个小聚会，他想请你一起去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回头看他。上次只是简单的家宴，这次办聚会，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爸特意交代了，让我务必带你回去。他还说要在聚会上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。重要的事情？什么事？他老人家没提前透露，不过你别有压力，就当是去吃顿饭，有我在呢。虽然他这么说，但我怎么可能没有压力？王卫东的生日聚会，哪怕只是小聚会，到场的也绝对都是商界的重量级人物。周末，我让李娟陪我去给中原的父亲挑选生日礼物。你现在可是副总了，又是以中原正牌女友的身份出席，礼物绝对不能掉价。在茶具店，我精心挑选完了一套名贵的茶具作为生日礼物。聚会的日子很快就到了，地点安排在王家半山腰的豪华别墅里。中原早早的开车来接我，车子驶入别墅区，看着外面停满的豪车，我不自觉地深吸了一口气。深呼吸，你今晚很美。走进别墅大厅，里面灯火辉煌，衣香鬓影。聚会确实来了不少人，都是王家的亲戚朋友和商业伙伴。刚走进去没2步，一个穿着精致西装的中年男人端着酒杯迎了上来，目光直接掠过中原，上下打量着我。哟，小袁，这位眼生得很啊，我打算给张叔叔介绍一下。张叔，这是我女朋友陈麦，目前在家公司担任副总经理。小麦，这是万兴集团的张董，在零售业深耕多年。张董您好。哦，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副总了啊，真是年轻有为，年轻有为啊！小袁啊，你爸爸呢？我可是带了好久来找他。父亲在2楼会客厅，张叔您自便。中原没有让我独自应付的打算，打发走张董以后，他一直寸步不离地陪在我身边。他耐心把到场的每一位重要客人都向我做了介绍，不仅如此，他还让我用饮料代酒，也会替我挡下那些热情的劝酒，让我原本紧绷的心情逐渐放松下来。宴会进行到一半，大厅里响起了轻柔的钢琴曲，紧接着王卫东从2楼缓步走下，他今天穿着一身暗红色的唐衣，暗纹在灯光下熠熠生辉，看起来精神气十足。宾客们纷纷上前祝寿，大厅里的气氛被推向了高潮。待王卫东切完蛋糕，祝寿环节宣告结束，宾客们便3三2两的聚在一起交谈。我正巧遇见一位做互联网业务的女高管，我们2人聊得投机，从行业趋势聊到数字化运营，兴致正高。中原突然走过来，揽住我的肩膀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小麦，我爸叫我们去一趟书房。”爸，您找我们？今天趁着我生日，大家都在，我想提前跟你们宣布一件事。我年纪大了，最近总觉得精力大不如前，所以我准备正式把公司交给小袁打理，我自己退归2线了。爸，您怎么突然决定的这么快？公司不是突然，这事儿我考虑很久了。你这些年在基层历练得很好，接手这段时间的表现我也看在眼里，公司交给你我放心。小麦，以后拜托你多帮帮小袁，你们2个人一起一定能做得比我更好。王伯伯，我会尽力的。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礼物，你们年纪都不小了，感情也稳定，是时候考虑下一步了。当然，这只是我的建议，具体怎么安排还是你们自己决定。从书房出来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，手里捏着那个装着戒指的丝绒盒子，仿佛千斤重。中原没有带我回大厅，而是牵着我的手径直推开侧门，来到了外面的花园里。我们在并入喷泉旁停下脚步。陈麦，我父亲刚才的话虽然突然，但那确实是我一直想做的事。我呼吸一滞，呆呆地看着他。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戒指，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。我们相识3年，相恋1年，这段时间里，我看到了最真实的基地，善良有才华。我想要和你一起过余生，分享所有的喜怒哀乐。陈麦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啊
好，好，好，这下我彻底放心了。求婚成功后，我和中原的生活仿佛按下了快进车，两人开始着手筹备婚礼。这几个是在海外包一座私人岛屿的方案，直升机接送。还有这个是在欧洲包括下一座中世纪的古堡，连马车和皇室仪仗队都能配备。太夸张了，我不希望婚礼太奢华。中原，我想办一个简单温馨的仪式，只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参加就好，不需要多大的排场，不需要几十辆豪车开道，更不需要媒体的闪光灯。我只希望那些真正在意我们、陪伴我们一路走来的人能在场见证。好，听你的，咱们就办一个简单的。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们推掉了那些高高在上的婚庆团队，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，亲自去跑场地、选菜单、订伴手礼。李娟作为我的准伴娘，比我本人还要激动。周末她硬拉着我在婚纱店里看婚纱，最后我选定了一件剪裁极简、没有夸张的大拖尾，也没有任何碎钻颠坠的纯白色婚纱。它干净纯粹，就像我和中原的感情。拟定宾客名单时，我在女方亲友那一栏郑重地写下了吴建国的名字。吴总要是知道你请他当座上宾，估计会激动得睡不着。陈麦，我们订的那个户外草坪场地出问题了。怎么回事？场地不是上周就已经付了全款签合同了吗？说是气象局刚发布的紧急预警，我们结婚那天有大暴雨，户外草坪根本用不了。酒店说必须马上启动备用的室内方案。丽娟，你先别急，我马上联系酒店的总经理。10分钟后，解决了。酒店把原本预留给内部高管的一个顶层玻璃花房腾出来了，不会淋雨，还能看到外面的风景。婚礼的筹备繁琐又累人，但因为有他在，一切困难都能迎刃而解。半个月后，婚礼如期而至。爸，别哭，今天是我女儿大喜的日子，要把妆哭花了可就不漂亮了。陈麦，时间到了，快准备出场。走吧，丫头，爸爸带你过去。中原穿着一身纯黑色的高级定制西装，正笔挺地站在繁华簇拥的舞台中。父亲带着我一步步向前走，走到中原面前时，父亲停下了脚步。最宝贝的女儿交给你了，你以后要是敢欺负她，我这把老骨头绝不答应。爸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用我的一辈子对她好。我们并肩站在台上，在所有亲友的见证下，开始交换誓言。陈麦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是你让我看到了坚韧与美好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我都将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中原，许下相伴一生的承诺，我绝不后悔。未来的路，我们一起走。我们在花瓣雨中为彼此戴上了闪耀的婚戒。接下来有请女方领导吴建国先生上台致辞。今天站在这里，看到陈麦穿着婚纱的样子，我真是感慨万千。看到陈麦今天的幸福，我由衷的为他高兴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他在工作上是个雷厉风行、能力出众的好将领，为我们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钟总能娶到陈麦，那是强强联手。陈麦，你值得拥有最好的一切，祝你们新婚快乐。谢谢吴总。欢宴的气氛非常温馨融洽，我和中原挨个桌子敬酒，接受着亲朋好友最真挚的祝福。中原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你要是敢惹陈麦生气，我第一个冲过去找你算账。放心，我绝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婚礼结束后，婚后的生活很快就步入了正轨。虽然角色变了，但我们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并没有减少半分。几个月后的一天深夜，墙上的时钟指针已经指到了12点。今天怎么这么晚？皇上那边出什么状况了吗？华盛资本最近在全面交接，我正式全面接手了。今天几个大并购案全压在一起，连着开了一整天的董事会，刚刚才把字签完。你呢？公司今天怎么样？还好，我新推的那个数字化转型项目终于落地了。吴总今天在大会上还狠狠夸了我一通，说要把明年第1季度预算全拨给我。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，我继续在公司担任副总，每天处理着各种棘手的业务。钟昭则全面接手了华盛资本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，我们俩都变得极其忙碌。但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一个默契，那就是无论多晚都会回家。每天深夜的客厅就是我们最放松的避风港。日子就这样有条不紊、充满干劲地向前推进着。1年后的一个周末下午，我正坐在书房里核对下个月的市场报告，突然感觉到一阵强烈的恶心。小麦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胃病又犯了？中原，我好像
怀孕了。小麦，这是真的？我也不确定，但上面显示的是2条杠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医院。中原一把拉住我的手，连西装外套都顾不上穿，抓起车钥匙就拉着我往外冲。他开车的时候总是很专注，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露出一点软下来的神色。恭喜，确实是怀孕了，目前看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平时注意休息，别太劳累。我们要当爸爸妈妈了。医生，孕早期都需要注意什么？饮食有什么忌口？第二天一大早，中原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我回了趟王家位于半山腰的别墅。这一大早的出什么事了？你们俩怎么慌慌张张的？爸，小麦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真的？是的，昨天晚上去医院抽血查的，医生说已经4周了，各项指标都很好。好，这可是咱们王家天大的喜事儿！小袁，马上给家里安排最好的营养师，还有育儿帽和月子，现在就得开始挑，必须找最专业的。好，爸，我马上安排。小麦啊，公司那边的工作要是太累，就赶紧交接一下。现在什么都没有你的身体重要。没事的，王伯伯，我现在的状态很好，并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。公司里的工作我也能处理好，副总的位子刚坐稳，我不想半途而废。我答应您，绝对不会累着自己的。爸，您放心吧，我寸步不离地照顾好她的。公司那边我也会作为投资方盯着，不会让她逞强。怀孕期间，我并没有立刻停下工作。作为公司的副总，我依然每天按时打卡上下班，处理着堆积如山的文件。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行动也开始有些不便。这天下午，我正在会议室里领取下属做的下个季度的市场汇报。突然快叫救护车，我好像肚子它要生了。手里的文具夹扔了一地，赶紧冲过来扶住我，哆嗦着拨打了急救电话。半小时后，伴随着救护车警笛声，我被推进了医院的产房。中原扔下公司正在进行的高层会议，赶了过来。他在产房外焦急地来回踱步，领带都被扯得皱巴巴的。经过了漫长而痛苦的几个小时，产房的门终于打开了。小麦，你看，他长得真像你，尤其是眼睛。这孩子的名字想好了吗？总不能一直叫宝宝吧？我想好了，我们就叫他王思言吧，寓意思考和言语，希望他未来能像你一样，成为一个有思想、善表达的人。王思言，很好听，就叫思言。王卫东拄着拐杖赶到了医院。我终于当爷爷了，小麦，你是咱们家的大功臣呐！时间过得飞快，几个月的产假转眼就结束了。我安顿好家里，休完产假后，换上那熟悉的职业装，重新回到了公司。上班的第一天，我踩着高跟鞋走进熟悉的副总裁办公室，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。几个月没来，桌上堆满了各种需要审批的业务文件和厚厚的市场报告。陈副总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不在的这段时间，按照你走之前制定的战略，市场部可是把业绩又翻了一番呢。干得不错，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瑞丰科技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吗？不会眼睁睁看着我们抢占市场面额的？最近安静得很，估计是被上个季度的组合拳打怕了。我点点头，正准备继续看手里的财务报表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。吴总，您怎么亲自过来了？有什么工作安排，您打个电话我过去就行。陈麦啊，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跟你谈谈公司未来的事情。我已经老了，准备把位子交出去了。吴总，您怎么突然说起这个？您的身体不是一直挺好的吗？公司现在正是业务扩张的关键时期，还需要您来掌舵啊。岁月不饶人啊，这段时间精力越来越跟不上，开个稍微长点的会都觉得头晕眼花，是时候把担子交去了。陈麦，我仔细考虑过了，也和几个老伙计商量过，我准备推荐你接任公司的总裁。吴总，这不行，我当副总的时间还不长，资历还浅，而这些刚休完产假回来，董事会那边恐怕很难服众。论能力，你这几年的业绩有目共睹，利润翻了倍；论魄力，你敢于大刀阔斧的改革，把公司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除了你，全公司上下没有人更适合这个位置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我已经把这个提议呈上给董事会了。明天上午10点召开全体董事大会进行最终表决。你今晚回去好好准备一下。总裁，这意味着我将彻底扛起整个公司的生死存亡，这个担子太重了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坐在沙发上，把这件事告诉了中原。
陈麦，你不用怀疑自己，明天董事会上放手去搏，我永远支持你的一切决定。第二天上午10点，全体董事大会准时召开。我穿着一身干练的白色职业套装，推开了大会议室的门。长桌两侧坐满了公司的核心高管和董事局成员。中原作为最大的投资方代表，也坐在了吴建国旁边的核心位置上。各位，我提议由陈麦接任公司总裁一职。今天请大家来，就是为了最终表决。陈副总的能力我们认可，但他毕竟太年轻了，而且刚休完产假回来，精力上能不能应付总裁这么高强度的工作，我看还是个未知数。钱董，这是我为公司制定的未来3年战略规划。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我的经历，我用精炼的数据和清晰的逻辑，将每一个业务板块的增长点剖析得一清二楚。汇报完毕，我关掉投影仪，坦然地看着所有人。各位董事，如果这套方案不能在第1年让公司的净利润再涨30%，我陈麦自动引咎辞职。钱董看着那些无懈可击的数据，终于没再说话。投票环节开始。陈麦，恭喜你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公司新的掌舵人了。会议结束后，我回到了那间专属于总裁的宽大办公室。上任第1天，心情不可谓不激动。陈总，出大事了！瑞丰科技边突然宣布全线产品降价40%，并且挖走了我们3个核心渠道商。陈总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全线降价40%，瑞丰科技这是疯了吗？这种自杀式的打法，他们自己的利润空间也全被榨干了。明显是冲着我们来的。陈总，你看，他们不仅降价，还联合各大媒体大肆宣传。现在我们的线上订单退单率在短短半个小时内已经飙升了20%。孙平，绝对是孙平在背后搞的鬼。他之前在我们公司待过，对我们的抵贷和资金流转周期太清楚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也要跟着降价吗？如果不降，市场份额会被他们全部吃掉的。绝对不能降，一旦跟着降价，就彻底陷入了他们的价格战泥潭。我们的资金链本来就还在建设时，跟他们耗不起。通知所有部门总监，10分钟后在顶层会议室开紧急会议。另外，让法务部马上核查那3个违约的渠道商合同，准备立刻起诉。陈总，瑞丰科技的负责人刚刚通过渠道商放话了，他们说，如果在3天内我们不放弃下沉市场，就让我们公司在这个月彻底破产倒闭。狂妄！大家都慌什么？瑞丰科技既然敢放这种狠话，就说明他们也是在虚张声势。他们的资金链同样是紧绷的，这40%的降价，他们绝对撑不过1个月。可是陈总，我们连这个星期都很难熬过去啊！大批量的退单导致我们账面上的流动金已经被抽干了，如果还要大面积起诉渠道商，巨额的律师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公司的账户现在经不起这么折腾了。资金的问题，我会想办法解决。销售部立刻启动应急方案，派专人去维护好剩下的大客户。公关部马上准备起草官方声明，强调我们产品的质量和售后服务优势，绝对不参与恶性价格战。散会。回到办公室，我捏着隐隐作痛的眉心，脑子里飞速盘算着可以动用的资金渠道。找银行贷款审批流程太长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陈大总裁，新上任第1天的感觉怎么样啊？孙平，你搞这种伤敌1000自损800的自杀式袭击，就不怕最后把瑞丰科技也彻底拖下水吗？陈麦，你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！我告诉你，昨天刚有一家海外机构给我们注资了5个亿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？5个亿？那我就拭目以待，看看这5个亿能让你烧多久。小麦，瑞丰科技的事情我都知道了。华盛资本的账上还有一笔风控预留金，我可以立刻让人走特殊审批通道，今天下午就先划3个亿到你们公司的账上，帮你把资金链稳住。中原，谢谢你，但是这笔钱我不能要。为什么？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。瑞丰这次背后有海外资本的影子，他们摆明了是想用烧钱的方式直接把你们挤出场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更不能拿华盛的钱。如果我一遇到危机就靠华盛资本兜底，那不仅董事会会质疑我的能力，以后公司在行业里也永远抬不起头。这场仗，
我必须用公司自己的力量打赢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账面上没有现金，你拿什么跟他们硬扛？谁说我们要跟他们拼现金了？我马上就去联系万兴集团的张董，我要亲自去见他。下午2点，我带着下属准时出现在万兴集团总部的顶层会客厅。陈总新官上任，不在公司里忙着救火，怎么有空跑来找我这个老头子喝茶？张董消息灵通，自然知道我今天来是为什么。瑞丰科技现在全线降价40%，冲击的不仅是我的线上渠道，更是万兴集团的线下市场。张董翻看方案的手停顿了一下，眼底闪过一丝金光。他们想用互联网烧钱的模式垄断市场，等我们倒了，下一被开刀的就是传统零售。张董，唇亡齿寒的道理，您比我懂。那陈总的意思是，我们公司有最先进的数字化供应链系统，而万兴有最稳固的线下基本盘。我不要万兴投资1分钱，我只要您开放万兴旗下所有门店的展示位，我们线上引流，线下体验，利润55分成。我们要用立体的服务网络，彻底碾压瑞丰的低价快递模式。陈总好魄力！万兴集团旗下3000家门店，从明天起全部向你们公司开放。合作愉快，张董。拿到万兴集团的独家合作协议后，我马不停蹄地赶回公司。所有人停下手头的工作，全部到会议室集合，我们准备反击。接下来的48小时，整个公司灯火通明。第3天清晨，万兴集团遍布全国的3000家线下门店，同一时间换上了我们公司的产品展柜。反击战打响的第1天，市场反响异常火爆。那些原本贪图瑞丰科技便宜的客户，在经历了漫长的物流等待和糟糕的售后体验后，纷纷倒戈。陈总，爆了！我们的订单量不仅恢复了，而且比降价前还翻了1.5倍。陈总，瑞丰科技的底牌被我们彻底逼出来了，他们现在的仓库全爆了，客服电话被打瘫痪，根本退不出钱来。怎么回事？详细说说。瑞丰为了维持那40%的降价，疯狂压缩产品成本，代工厂那边用的全是劣质材料。现在第一批收到货的客户全炸锅了，网上一片骂声，全都是要求退货退。孙平那个女人现在估计要疯了，她拿到的那5个亿海外注资是有严格的对赌协议的，现在口碑全线崩盘，投资方肯定会立刻冻结剩下的资金。正如下属所料，瑞丰科技的资金链在庞大的退货潮面前瞬间断裂。短短1个星期，瑞丰科技从不可一世的狂妄模样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他们的渠道商也纷纷反水，跑来求着我们要重新签订合作协议。这天下午，我正准备去楼下开会。陈总，孙平被保安拦在楼下大厅了，他死活不肯走，坐在地上撒泼大骂，非要见您不可。让他闹，马上报警。我们已经第一时间报警了，可是陈总，大厅里现在好多客户和员工都在围观，保安怕强行赶人会弄伤他，场面太难看了。走，下去看看。陈曼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把我害惨了！孙平，把你害惨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。你凭什么赢我？我拿到了5个亿的投资，我凭什么会输给你？你那5个亿是怎么拿到的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为了拿到海外资本的投资，你涉嫌伪造瑞丰科技的财务报表和用户活跃数据，现在资金链断裂，外资机构已经查出了你的假账。孙平女士是吗？你涉嫌商业欺诈和职务侵占，请立刻跟我们走一趟。
解决完孙平这个毒瘤后，瑞丰科技内部群龙无首，彻底陷入了混乱。不出半个月，瑞丰的董事长就扛不住巨大的债务压力，正式向法院申请了破产重组。陈总，忙着呢。这是什么？瑞丰科技的破产并购意向书。他们那个董事长昨天跑到华盛资本求爷爷告奶奶的，想让我们接手。我看了看，他们虽然管理烂到家了，但手里那几项底层专利技术还是有点价值的。这个价格简直是白菜价。对，我已经让人把价格压到最低了。这块肥肉，华盛资本就不吃了，直接让给你们公司。只要拿下这几项专利，你们在行业里的技术壁垒就彻底成型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撼动你的位置。陈总，商场上的仗打完了，是不是该放自己几天假了？今晚回家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还搞得这么神秘？晚上你就知道了。带着这份期待，我早早地结束了工作。推开家门的那一刻，我甚至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。快去洗手，准备吃饭。爸，您怎么也来了？小麦回来了，今天可是个大日子。小袁非要拉着我过来凑热闹。你们公司成功收购瑞丰科技的消息，下午已经在整个金融圈传遍了。你可是给咱们长了大脸啊！我接过私言，在他肉嘟嘟的脸上亲了一口，心里被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填得满满的。小麦，敬你，敬我这位战无不胜的妻子，也敬我们未来的每一天。就在我们其乐融融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主办方打来的确认电话。明天就是全国年度商业峰会了，主办方刚通知我已经入选了年度10大商业人物。你明天会陪我一起去现场搂奖吗？当然，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我怎么可能缺席？我可是陈大总裁的专属家属，得去给你镇场子。第二天下午，全国年度商业峰会在市中心的国际会展巷隆重举行。陈总，刚才咱们走红毯的时候，那些记者的闪光灯差点没把我的眼睛闪瞎。你今天这身白色高定西装简直太飒了，气场完全碾压旁边那些大老板。等会儿领奖的照片发出去，绝对能上头条。淡定点，好戏才刚开始。随着一阵激昂的交响乐声响起，颁奖典礼正式拉开帷幕。接下来要颁发的是本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商业人物，而今天组委会特意为这位过奖者邀请来了一位非常特殊的颁奖嘉宾。能受邀来颁发这个奖项，我这个老头子感到无比的骄傲。他曾是我手下的一名基层员工，也曾因为公司内部管理的错误决定而被迫离开。但他凭借着非凡的韧性和卓越的才能，不仅重新杀回战场挽救了公司，更带领公司走向了全新的辉煌。获得年度10大商业人物的是陈迈。谢谢吴总。3年多前，我抱着一个纸箱，被迫离开了工作3年的大楼。那时候我以为天都塌了，但今天站在这里，我想告诉所有人，那些没能将你击垮的阴谋和错逮，最终都会变成你向上攀爬的垫脚石。也许有人会认为，
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都是靠我的丈夫华盛资本在背后用庞大的资金给我铺路。对此，我陈麦在这里做出回应。全场足足安静了3秒钟。我从来不否认，我的丈夫中原在我人生的低谷期给了我巨大的情感支持。华盛资本也确实是我们公司的投资方，但是在商言商，打赢瑞丰科技的价格战，我靠的是万兴集团3000家门店的线下反击，没有动用华盛资本账上的1分钱。全线业务的数字化转型，是我带着团队熬了无数个通宵，一行行代码，一个个渠道跑出来的。资金可以买来流量，但买不来长久的战略和人心的向背。华盛资本的确给了公司一阵东风，但这艘大船能乘风破浪走到今天，靠的是我陈麦亲自掌舵。这不是回家的路，我们去哪儿？带你去一个一切开始的地方。怎么突然带我来这里了？小麦，你还记得3年多前的那个下午吗？你被人算计，被迫签了离职通知书，就是坐在这张椅子上，给我发了那条被排员的信息。当然记得，我给你发消息，结果你等了半天，只给我回了一个N字。我当时以为你是个冷漠无情的人。对不起，其实那天我就坐在对面的写字楼顶层，正在开投资中诊会议，看到你信息之后，我就离席终止了会议。我回那个N字，不是冷漠，而是我在心里对自己发誓，从那一刻起，我要查清所有的真相，谁让你受了委屈，我就让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其实今天带你来这里，除了回忆过去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。你把这栋楼买下来了？对，我把它买下来，过户到了你的名下。以后，你想把这里作为我们公司的新总部，还是把它租出去，都由你说了算。周远，谢谢你。我们是一家人，说什么谢谢？今天感觉怎么样？很充实，也很有挑战，但我准备好了。生活还在继续，故事还在书写，但这一次，我们有了彼此，有了家，有了共同面对一切的勇气和力量，这就是最好的结局。